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毅演吐血，败吐血，要到何时？凤凰网娱乐 FM 电影出品。一，沉香如屑近期开播，但剧情乏善可陈，剧集质量和预期相差甚远，演员也是肉眼可见的疲惫。尤其男主程毅，从出演《琉璃》时的古偶男主人设天花板，到这次口碑滑铁卢，体态和演技都被嘲了个遍。二，剧中程毅饰演的霸总帝君和同类型角色的重合度过高，但程毅又不能很好胜任，不仅外在形象不甚相符，且表演时表情木讷，双目空洞，实在让人出戏。三，战损一直是程毅身上最出圈的特点，他在《琉璃》中关于痛感的传达真实又不失美感，但对战损的过度强调与营销，和他在《沉香如屑》中不合时宜的吐血，不仅过犹不及，还对演员的发展不利。四，程毅是科班出身，跑过龙套，也有大热作品，但其目前的演技还无法摆脱古偶的限制，又在熟悉的领域站得不稳，要么勤练演技把戏路拓宽，要么就只能等来观众的审美疲劳。无论外形还是演技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程毅，在30而立的当口必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半个月前，溜粉数次的仙侠剧《沉香如屑》空降开播，在一片吐槽声中喜提难看热搜。不少观众表示剧集质量和预期相差甚远，剧情仍旧是乏善可陈的套壳玛丽苏，演员们的状态也是肉眼可见的疲软。尤其是作为男主的程毅，去年出演《琉璃》时还被称为古偶男主人设天花板，这次却连连遭遇口碑滑铁卢，先是从体态到演技被嘲了个遍，又因口哨哥的称号频频出圈。除此之外，程毅在《沉香如屑》中大量的战损戏，也给人似曾相识的观剧体验。深情人设、破碎感、没完没了的吐血。然而这种同质化表演非但没能复刻《琉璃》的成功，反而让程毅陷入了更深层的美强惨审美怪圈，直到将灵气彻底耗完。欢迎进入凤凰网指数影剧综榜单小程序，搜索沉香如屑并发表你的看法。一，又是你啊，高冷帝君。毫无惊喜可言，沉香如屑在故事的设定上堪称老套。活泼善良、天赋异禀的贪玩小仙颜旦，掌管6界人人倾慕的高冷帝君应渊，两人从欢喜冤家到彼此爱慕，却因天条守戒不容有情而错过情缘，历经转世下凡，重逢后并肩作战，再续前缘。3到6界，四海八荒，轮回转世，虐恋情深，内涵元素茶重率极高。更别提还有观众早就看腻味的跳崖桥段。虽然背靠经典 IP， 又有平台 S 加制作撑腰，但霸总帝君这类角色在仙侠剧市场中重合度太高，稍不留意就会露怯。因此，想要在这样的前提下表现讨喜，事实上对于程毅来说颇有难度。一是程毅在气质上书生气较重，加上妆造和之前相比突破不大，仙逸素雅的外衫配上简单的发饰，和以往华贵伟岸的帝君形象截然不同。部分观众表示看到这么嫩的帝君很出戏。二是这类角色重合度太高，想要突破重为独树一帜，就必须用精准的演技让观众对角色产生信服力，才能弱化演员本身气质与人设相悖的部分。和许多演员爆发力不足的短板不同，在需要情绪大开大合的戏里，程毅能够做到游刃有余，而到了需要展现细腻的演技形式，既能表现出帝君强大气场，又得让观众辨别角色情绪时，却陷入了面瘫化的僵局。表情木讷，双目空洞，似睡非睡，似醒未醒。无论是出面帮人解围，还是面对心灰意冷的爱人，所谓化繁为简，以不变应万变，
不管剧情推进到哪里，我自巍然不动。如果不专门注明前因后果，几乎很难对角色情绪进行区分。对于观众来说，演员眼睛无神是大忌，说台词时张不开嘴更让人看得焦虑。尽管有专业的 CV 为成译配音加成，但从一些正片画面和花絮来看，整张脸只有嘴在动的演法并不是个好选择。被嘲出圈的吹口哨，除了本身就是嘟嘟唇之外，还因为嘴巴不够放松，放大了违和感。与军歌中同样出现了嘴巴嘟嘟的问题。单薄的身板本就难以撑起一介帝君的仪态，加上过于端着的悬浮演技，屏幕前的观众感受不到应有的震慑力，更别提去相信剧中那些大大小小的神仙会惧怕这样的帝君。当角色的信服度因此被削弱，意味着程毅作为演员的信念感或许还需要继续修炼。2. 成也战损，败也战损。战损一直是程毅身上最出圈的点，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他迎来事业春天的最大推助力。有网友统计琉璃中程毅饰演的司凤一共吐血近80次，为此还有粉丝特意剪了吐血合集视频，也算是内娱男演员独一份。作为全剧最惨的男人，司凤带着满腔赤诚与深情陪玄机历劫时事，又在前9世为爱身死一次又一次，因此几乎每集都有战损，吐血吐到了大结局。程毅在痛感的传达上做了恰到好处的加减法，每一段都层次分明，也让观众能够清楚看到司凤爱恨嗔痴的变化，真实且不失美感。再加上琉璃本就是女 A 男 O 的设定，战损皆为角色塑造服务，自然而然。因此观众非但不会觉得频繁吐血有违和感，反而会对司凤心生怜爱，最终将这份情感投射在程毅本人身上。司凤让程毅了，战损就是助燃的酒精。剪辑博主们视程毅为新的缪斯，将他受虐的片段反复修剪打磨，带着整齐划一的破碎感 tag 热情安利给更多路人。遗憾的是，琉璃之后的程毅和背后团队似乎在演技的吹捧和粉丝的追逐中陷入了审美怪圈，对美强惨、脆弱和被虐过于执念。古装剧里扑街，现代剧中吐血，到了最近的沉香如屑，那股不虐不爽的劲头就更明显了。从目前剧方的宣传方向来看，程毅战损的话题依然作为宣传重点，在热搜上各种霸屏。点开剧集一看，也不难发现导演为凸显这部分噱头而做出的努力。没有那么虐的地方，就用慢镜头一帧一帧去刻画。原著里应渊并没有太过关于战损吐血的描写，到了电视剧中则变成能加则加。仙魔大战中受重伤的镜头，导演用了整整1分钟时间全方位 follow， 方便观众跟着主角一起被虐的死去活来。虐是虐到了，但想想似乎没什么必要。司凤和应渊人设上本质不同，意味着观众对于高频率战损戏包容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应渊作为一个从小被借条规训的帝君，理智自持，身负大义，和女主虐恋的部分与7年前花千骨的白子画境遇相似。我爱你，但我不能爱你，因为爱你才会推开你，因为爱你所以伤害你。这种干什么都厉害，唯独少了张嘴向女主解释的别扭角色，注定不会得到像司凤般和吐血量成正比的怜爱，吐多了反而显得过犹不及，对演员的发展不利。毕竟擅长吐血和只会吐血虽然只有一词之差，背后却代表着天差的别的2条路，是及时止损还是做吃老本，全凭个人选择。3. 向左向右，一个选择。出道至今，程毅的运气不好也不坏。中戏毕业，科班出身，在早期于正剧里跑过几次小龙套，第1部主演的电影就搭档辛芷蕾，这在同期演员里来说资源并不算差。然而演员这个职业天赋、实力和运气缺一不可，
刚出道的几年里，程毅虽参演过不少影视作品，却始终没能砸出什么水花。程毅曾在综艺一年级里透露，自己曾经被不少导演和制作人泼过冷水，甚至某次面试中被当面羞辱。你这一辈子别去做演员了。尽管如此，程毅还是在这条路上继续走，越走越糊。直到2025年出演《青云志男3号》林惊羽，才多多少少在观众心中留下了印象。不过由于当时程毅的演技还颇为青涩，加上眉毛画得太一言难尽，因此没能吸到太多粉丝。2025年，欢瑞投拍经典 IP《盗墓笔记》，捧程毅做该剧的双男主之一张起灵。结果和大部分盗笔改编的影视作品一样，剧铺穿地心，让原本就为数不多的观众缘雪上加霜。直到2年后《琉璃》爆火，才真正回血。《琉璃》是程毅演艺道路上第一个真正的春天。剧集火爆全网的同时，也让他毫无阻碍地走进了大众视野。不仅如此，和女主袁冰妍的 CP 也为程毅的人气加成不少。两人在剧播期间互动有爱，还在某场宣传中还原了剧中吻戏，把正在上头的观众们磕得昏天黑地。可惜断头饭来得又猛又烈，在电视剧收尾宣传的琉璃云歌会上，这对大热 CP 突然一改往日积极营业的状态，其他演员都有眼神交流，唯独两人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看起来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为了避嫌，程毅在演员同台战时和女主之间像是有结界，全程黑脸不愿靠近，被同事推得一脸不情不愿，和曾经主动找对方贴贴的样子判若两人。更尴尬的是，当被 Q 到收官感想时，女主如剧粉期待的那样和初遇夫妇好好道了别，而程毅则把机会用在了宣传自己上面，随后被全网嘲情伤盆地，一夜掉粉6万。或许是被这波解绑操作影响了路人缘流离之后的程毅，在无爆剧人气较司凤时期也遇见低迷。与此同时，有关程毅演技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与军歌中饰演的皇帝被吐槽像个太监。如今看来，想要靠沉香如屑迎来事业第二春，似乎是希望渺茫。对于其他正剧而言，以程毅目前的演技还无法完全摆脱古偶限制，而在程毅熟悉的领域，雷同的角色和对执着战损没能稳固古偶舒适圈，反倒使圈子正在一步步缩小。娱乐圈更新迭代如此之快，无论是外形还是演技，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程毅，在30而立的当口也该做出选择，要么勤练演技，亲自把戏路拓宽，做到业务水平配得上营销文案，要么放任自己继续消费美强惨，直到观众彻底审美疲劳的那刻。一边强调信念感，一边在舒适圈附近流连忘返，可能最后什么都抓不住。